17岁生辰那日，顾承玉失约，他陪着姜太傅的孙女去了京郊赏花，而我带着母亲的遗物去了凤仪宫，不是去求皇后娘娘撑腰，而是去辞行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定国公府的嫡女，日后是要做太子妃的，这一点顾承玉和我都心知肚明。我的母亲和皇后娘娘是手帕交。7岁那年，父亲战死沙场，母亲不久后也病了。临终前，她将我托付给皇后娘娘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一直住在宫中，一改从前的娇气，在娘娘的教养下学着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太子妃。顾承玉比我年长3岁，小年纪就已有了喜怒不形于色的储君模样。我一直以为他天性如此，直到今日，明明是我的生辰，顾承玉却陪着江若云去了京郊赏花。可他像是还不满意，又寻到正在东宫等着顾承玉回来的我，摔坏了母亲留给我的玉佩。我气急了，抬手便给了他一巴掌。顾承玉就是这个时候来的，他一改往日的沉着，阴沉着脸扶起江若云。我怕他生气，赶紧解释，殿下，我不是故意打他的，是他摔了。不论摔了什么，都不是你打人的理由。顾承玉的语气很平静，可每个字都像一把利刃，狠狠刺进我心里。陆真真，顾这些年太纵着你了，你若是因着婚约才如此嚣张跋扈，那这婚事还不如不作数。周遭的声音似乎都消失不见，只有顾承玉的话在耳边回响。我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哽咽道，顾承玉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从得知自己是未来的太子妃后，我便一直谨言慎行，哪怕是在私底下也规规矩矩地称顾承玉为太子殿下。我看着他，19岁的少年，长身玉立，剑眉星目，这样一个人我看了整整10年，今天却仿佛第一次认识他。你方才说的话可是真心？他没有看我，带着江若云转身回了内殿。追月还跪在地上求着什么，我早已听不清。不作数就不作数吧，这么多年我也实在是累了。凤仪宫内落针可闻，皇后娘娘捧着我那碎成2半的玉佩，几乎哭成泪人。静怡，您别哭了，母亲若是知道我惹您如此伤心，定要罚我的。好孩子，你受委屈了。皇后娘娘将我揽在怀里，似是下定决心一般开口，你与玉儿的婚事缘也没有说定，只是我同陛下默许而已。你要回北境，静怡不拦你。到底你外祖母在哪儿，不会叫你受委屈。这些年来是本宫太过自私，一心想将你留在京城，只是你这一走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下个月便是本宫生辰，你就再多留1个月。我拉住皇后娘娘的手，低声嗯了一句，眼泪无声地落下。明明该是伤心的事情，心里却仿佛放下了一块大石头。许嬷嬷看着我俩哭成一团，在一边打趣，左右还有些时间，陆姑娘也可以好好看看这京中的儿郎，若是有看得上眼的，到时还能求陛下赐婚呢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许嬷嬷只是打趣，皇后娘娘却认真起来，给京中的各位夫人下了帖子，要在宫中办一场赏花宴。2月赏花宴当天，一大早，追月就开始为我梳妆打扮。小姐，这是皇后娘娘前几日赐下的衣裳首饰，您看看今日要穿哪一件？我看着面前的一排衣裙，挑了最为鲜艳的一件。上一回穿这么鲜亮的衣服，还是14岁生辰时。我满心欢喜地去寻顾承玉，他正在书房看书，见我来时，只略微抬了抬眼。顾未来的太子妃理应端庄稳重，你穿得像个花蝴蝶似的，做什么？自那以后，我选衣裳便只选些不出错的样式。但其实我最爱红衣。起身去御花园时，无意瞥到梳妆台上的一个香囊，那还是上个月做了打算送给顾承玉的。这样的香囊，我年年都会做上一个。鬼使神差的，我将它塞进了衣袖。陪着皇后娘娘到御花园时，已经来了许多人，毕竟谁也不敢叫娘娘等着。见过各位夫人后，娘娘就打发我去同龄的公子小姐处吃茶，看样子是真想让我好好挑挑。我不喜人多，便往花园内一处假山走去，却不想早有人等在此处。陆真真，还真是你啊！逆着光，我看不清来人的脸。
只依稀能看见是个身着黑衣的少年，宽肩窄腰，头发用黑金白玉冠高高竖起，嘴里还叼着一根狗尾巴草。好半晌，我才认出来人是谁，镇北王府世子玉照。我的父亲生前是镇北将军，7岁以前，我都和父母一同住在北境。玉照大我2岁，从记事起，他便带着我四处打鸡斗狗。北境的将士也不惯着我们，一旦抓住了，便拎着脖子送到镇北王府。王妃总是一边拿藤条打着玉照，一边向母亲道歉。10年一晃而过，北境的风吹不到上京，再见故人，我心中着实欣喜。这10年来，我按照京中贵女的样子日日学规矩，骨子里却始终想念北境一望无际的草原和秋日里高远辽阔的天际。玉照，好久不见。见我终于认出人来，少年的脸上闪过一丝欣喜，摸索着从怀中掏出一块琥珀。喏，北境才有的，送你当个见面礼吧。我接过琥珀端详，想了想，从袖中拿出原本打算送给顾承玉的香囊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这是我自己做的香囊，能驱蛇避虫，只是手艺不好，你莫要嫌弃。玉照接过香囊，眼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明白的情愫。王妃今日可来了？听见肯定的回答，我赶忙拉着玉照往回走，打算去向王妃娘娘请安。一转头，却看见顾承玉一个人站在回廊尽头处，不知看了多久。我同玉照回到宴上，远远就听见一妇人爽朗的笑声：“娘娘，您瞧这2个孩子，真是一对璧人呐。”说话的正是镇北王妃，但却无人应和。我与顾承玉的婚事虽未过明面，但自从莱阳侯夫人为侄子向皇后娘娘提亲遭到斥责后，京中之人多多少少也明白了一些。是以众人都不接话，等待着上首皇后娘娘的反应。预料之中的怒气并未出现。皇后娘娘笑着抿了口茶，我瞧着也是呢。在座的夫人们都有些愕然，彼此交换了个眼神，这才跟着夸赞了起来。不知是谁提了一句：“我记得陆将军在北京时是带着家眷的，想来玉小将军和陆姑娘是就是了。”玉小将军，我飞快扫了一眼身旁的少年，低头忍住笑意。从前当孩子王的时候，他就爱自称小将军，没想到如今还真的实现了。见我脸憋得通红，玉照从牙缝里一字一顿挤出来一句话：“陆真真，有这么好笑吗？”我看着少年阴沉的面色，只能违心的摇摇头，却没发现顾承玉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面色不悦地看着我和玉照。母后在聊些什么？如此开怀，不如也说给儿臣听听。我忽然有些紧张，但好在皇后娘娘只是笑着敷衍了一句：“没什么，夫人家的玩笑话罢了。倒是你，今日怎么有空过来？”顾承玉此番前来是来辞行的。北方黄河水患，当地官员办事不力，拨下去赈灾的银子被层层剥削，真正用于修理河道的实不足一。陛下震怒，派顾承玉前去监工，不日便要启程。这一来一去，少说也要月余。皇后娘娘不语，却在宴会后给了我一个包裹，让我送去东宫。我知晓她还是不信我是真的放下了。殿内灯烛摇曳，从上次争吵过后，我与顾承玉已经几日没有说话，如今再见，竟是相顾无言。顾承玉伸手接过我怀中的包裹，不咸不淡地递给了我一个盒子。拿着。我打开盖子，里面是一块成色上好的玉佩。顾承玉的声音很温和，像是有些哄着我：“一块玉佩罢了，也值得你和旁人动起手来。”顾承玉其实是见过那玉佩的。刚回京时，我被京中的贵女欺负，他们说我是北边来的蛮子，还抢了我的玉佩捉弄我。是顾承玉替我将玉佩抢了回来，告诉我，若再有人欺负你，你狠狠打回去就是了。看我还是一副怯怯的样子，又红着脸低声加了一句：“你是孤未来的太子妃，出了什么事，有姑替你顶着。”可我真的照做了，第一个要找我麻烦的却是他自己。我看着盒子里的玉佩，手脚越发冰凉。追月在边上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声音有些打颤：“殿下。”我没让他继续往下说，压下所有情绪，挤出一抹笑来：“殿下说的是，的确是不值得。千秋节前3日，顾承玉回京了，
他来宫中找我时，我正和玉照商议完回北境的时辰。皇后娘娘虽答应让我回去，但到底不放心我一个人，将护送的差事交给了玉照。3月桃花正盛，玉照将鱼图摊在桌上，声音中带着蛊惑的意味。若是宫宴后即刻出发，黄昏前便能到日落山，运气好的话还能看见火烧云。我突然想起幼时同父母回京，父亲将我搂在怀里，策马疾驰，母亲在马车里挑起帘子嗔怪地看着，身后是绵延的山脉和染红了半边天的云彩，点点头，蓦地就红了眼眶。那便卯时3刻出发，一转头便看见本应该在涿州的太子殿下正站在殿前，眉眼都染上了晕色，盯着我的眼睛。什么卯时3刻？我垂下眸子，随口扯了个谎。预兆过几日要走，我去送他。顾承玉屏退众人，殿内只剩下我们2人相对而坐。我这才惊觉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他了。从前他外出办差时，我总是3天2头去信，可他从来不回。我若追问，他便说公务繁忙，哪有那么多时间回信。可我还是忍不住一封封地写，又怕误了他的正事，不敢寄出去。写完便放进匣子里，就当是他看过了。10年幻梦，一朝梦醒，喜欢顾承玉的那些日子，竟遥远的仿佛前世。顾承玉看着我，神情认真。他说：真真，孤已属意若云为太子侧妃，语气果断，不容置疑。我沉默地低着头，不知该作何回答。可这样的沉默在顾承玉看来，却像是我在同他置气。他眉头微微皱起，叹了口气。真真，在涿州时，若云为救姑受了伤，那伤在脸上。我打断他，淡淡道：殿下，你不必和我说这些的。我不想知道他为何要娶江若云，也不想知道连回封信都没时间的太子为何会在办差时带上一个女子。我只知道他的这些事情已经与我无关了。顾承玉眉头更紧，末了妥协一般说道：真真，若云年纪小，自幼又被家中娇惯着，行事难免有些偏颇。之前的事，我替他向你道歉，日后莫要再难为他了。我静静地坐在原地，只觉得天地浩渺，唯有自己是无根浮萍。我只比江若云大上1岁，我也曾是爹娘捧在手心的女娘。定国公府满门忠烈，独独留下我一个孤女尚在人间。我突然很想问一个问题，为定国公府，也为我自己。殿下，如果臣女的父亲尚在，殿下那日可还会说出退婚之语？一阵漫长的沉默，就在我以为顾承玉不会回答时，他带着怜悯的声音响起：真真，这世上没有如果。这些年来，风言风语我也不曾少听，可没有哪一句比得上顾承玉的残忍。他不过是欺我，无人可依。千秋节当天，追月替我梳着头，一言不发。从决定要回北京后，他便总是问我：小姐，你当真舍得吗？如今到了要启程的时候，他反倒不问了。他知晓我心意已决。中午是家宴，席上我借着敬酒的机会，结结实实给皇后娘娘磕了几个头。行李昨日就收拾好了，预兆的马车就在宫门外等着。再有1个时辰，我就要回北京去了。宴席散场，我带着追月离开。宫门外，顾承玉正扶着江若云下马，抬眼看见了我，目光里有一丝不悦。晚上还有千秋宴，3品以上的官员都会携家眷前来，他亲自去江府接人，无非是想抬举江若云罢了。我远远地行了个礼，继续朝外头走去。顾承玉这才看见我肩上的包裹，神色一变：陆真真，你要去哪？我淡淡地看着他，面不改色地撒谎：玉照要走了，我送些东西给他。他伸手拦住我，还想说些什么。身后，江若云悄悄扯了一下他的衣袖。殿下。他看了看江若云，又看了看我，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开了口：今晚我会向父皇请旨，纳若云为侧妃。我迎着他的目光，心里没有半点波澜，轻声道：恭喜。顾承玉像是对我的态度不满，声音冷了下来：我心意已决，你莫要再去向母后告状，多生事端。
我懒得与他争论，平静地回答：殿下，我不会的。顾承玉眼底闪过一丝茫然，抿了抿唇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如此最好。我大步朝着约定的地点走去，没有再回头。看着陆真真远去的背影，顾承玉心底忽然有些不安。从前分别时，总是陆真真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离开，不论他什么时候回头，都能看见他含笑的眼神。这还是第一次，他看着陆真真离开。一旁，江若云低声喊了几句，见顾承玉还是一动不动看着陆真真的方向，用力攥紧了手中的帕子，逼出几滴泪水。殿下，陆姐姐好像生气了，她是不是不喜欢臣女？殿下去哄哄姐姐吧，莫要因臣女和姐姐生了嫌隙。顾承玉这才回过神来，像是回答江若云，又像是说给自己听，不必，她是未来的太子妃，当有容人的雅量。如此爱之气，等她回来了，定要让母后好好管教她，学学该如何当个合格的太子妃。可一直等到宴席过半，陆真真都没回来。顾承玉派了小太监去碧霄阁查看，心底的不安越发严重。官员们开始献上贺礼，顾承玉心思却不在上面，视线不住落向那个空荡荡的座位。场上正轮到莱阳侯老夫人祝寿，苍劲有力的嗓音拉回了顾承玉的思绪。莱阳侯府锦城青玉透雕梅花玉佩一件，恭贺皇后娘娘千秋华诞，万福金安，凤体康泰，福寿绵长。席上瞬间安静下来，不知莱阳侯府唱的是哪一出？一块算不上多名贵的玉佩而已，如何能当作贺礼？顾承玉也盯着那玉佩，总觉得自己好像在哪见过。皇后娘娘一愣，片刻后像是忽然想到些什么，问道：可是那块玉做的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眼中隐隐有泪光闪现。皇上看见发妻落泪，忍不住发问：此物可是有什么来历？竟惹得梓潼如此伤怀。皇后娘娘擦了擦眼泪，脸上露出追忆之色。臣妾年少时曾和阿吴在河岸捡到一块玉石，莱阳侯老夫人善玉功，我们便抱了石头去府上求学。阿吴聪慧，没几个月便刻好了，可臣妾被懒，迟迟不愿动手，那玉便一直放在老夫人处，一晃竟是这么多年了。众人听完都暗自叹息，尤其是那些费尽心思寻来珍宝想讨皇后娘娘欢心的，更是如鲠在喉。再贵重能贵得过人家的少年情谊？唯有顾承玉面色惨白地盯着那块玉佩。阿吴是陆夫人的小字，殿下你去拿。皇后娘娘还沉浸在过往之中，一抬头就看见顾承玉站起身来，跌跌撞撞朝外面走去，叹了一口气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顾承玉知道有许多人在瞧着自己，他是太子，今日母后生辰，他无论如何都不该离席的。但他一想到自己说过的话，就迫不及待地想见到真真。不论摔了什么，也不是你打人的理由，一块玉佩罢了，也值得你和旁人动起手来。当时以为是寻常之语，如今真相大白，他却不敢想，真真该是用怎样的心情冲他说出那一句。殿下说的是。长街之上，顾承玉的脚步越来越快，快要走到时，就看见刚刚他派去的小太监正提着灯笼往回赶。他眉头一皱，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那小太监跪下，哭丧着脸：殿下，碧霄阁的宫女说，陆姑娘前几日就收好了东西，今日午宴结束后就回北境去了。暮春的风从长街吹过，顾承玉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一股撕心裂肺的痛从心口处蔓延开来。他好像把真真弄丢了。上京到北境1个月的车程，我和玉照只走了20日，归心似箭。外祖母和舅舅一早就得消息，在城门处候着，见到我便红了眼眶。舅母将母亲出嫁前的院子收拾了出来，表姐早已出嫁，也带着孩子赶了回来。接风宴上，小侄子躲在表姐身后悄悄看我，用自以为小声但其实众人都能听见的声音悄悄问道：阿娘，这就是你说过的姨母吗？泪水蓦地就流了下来。天地之大，我总算回家了。外祖母再也忍不住，
一把搂过我。我的心肝，你受苦了。我摇摇头，想说些什么，却哽咽地发不出声音。皇后娘娘待我很好，宫人们也对我敬重有加，可我的心未曾有一日不悬着，生怕行差踏错一步，就让娘娘为难，让陆家蒙羞。如今坐在这里，听质子低声唤我姨母，才终于明白，什么叫做此心安处是无香。接风宴后，我跟着表姐出了门。北境的夜晚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，箱子的、说书的、卖画本子的，逛得我眼花缭乱。我看中一个玉栅小球灯，刚要付钱，就有人先我一步递上银子。玉照一手将荷包塞回怀中，一手接过灯笼，眉头微挑。陆姑娘，你出来玩，怎么不喊我？卖灯笼杂货的是个小姑娘，听见玉照喊我，怯怯地问：姑娘可是陆将军的女儿？我有些恍惚地点了点头。陆将军的女儿，已经不知多久没人这样称呼过我了。小姑娘欣喜地睁大眼睛，一把将银子塞了回来。我阿娘说了，陆将军是保家卫国的大英雄，你是陆将军的女儿，这灯笼我不收你的钱。又大着嗓门朝另一个摊子上的少年喊道：阿兄，快看，这是陆将军的女儿。陆将军的女儿从上京回来了。夜市忽然沸腾起来，人人都往我手里塞着东西。玉照和表姐一个个摊位上放着钱，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我带出来。我走了很远，还是忍不住回望。父亲，百姓没有忘记您，您看见了吗？北京的天仿佛比上京要黑些，四周一片寂静，星光如水倾泻，将我们三人回家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只是我没想到会见到顾承玉，他站在神府门口，一向金贵的太子殿下，此时看着却有些狼狈，衣衫凌乱，眼底还泛着青黑。看见我时，沉寂的眸子里才有了一丝光亮，向前走了几步，嗓音沙哑：珍珍，姑来接你回家。我淡淡地看着他：殿下，这里就是臣女的家。他却像是没听见，上前拉过我的手腕：珍珍，你是姑的太子妃，上京才是你的家。我被攥得生疼，忍不住用力推了他一把。放开！顾承玉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攥着我的手却始终不曾松开。珍珍，你还在生气对不对？之前的那些事，姑可以解释。我不愿与他纠缠，用力挣扎了几下，却无法挣脱。放开他！一道冷冽的声音响起，玉照持剑而立，剑尖寒光凛冽，直指顾承玉眉心。我惊得心都漏了一拍，赶紧挡在二人中间。剑指储君是大罪。顾承玉怒极反笑：玉世子，你是以什么身份和姑说这种话？以他朋友的身份如何？二人剑拔弩张，仿佛下一刻就能打起来。我不明白，明明在上京时，顾承玉对我还是不冷不热的样子，可我一走，他却又像是丢了魂一般，竟还追到北境来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一根根掰开他的手指：殿下，你不该来这里的。顾承玉眼神一点点暗淡下去，双手无力地垂下，晕了过去。小巷中，一个小太监赶紧跑了过来，哭着朝我磕头：陆姑娘，您可怜可怜殿下吧，他为了追上您，日夜不停地赶路，已经几夜没合过眼了。顾承玉在沈家住了下来，哪怕是为了皇后娘娘，我也不可能真的将他丢在门外，更何况他还是太子。若是他出了什么事，沈家担待不起。玉照与沈家表哥交好，隔三差五便来沈府蹭饭。用晚膳前，二人在院子里比试枪法，舅舅和外祖母在一旁点评。表哥一个失手被玉照拿下，嘴上却不服输，偏说是表嫂今日打扮得太好看，害他分心。玉照擒住他的手，又加了几分力气，笑骂：输了便是输了，还找那许多借口。我也分了心，不照样打得你落花流水？表哥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：玉照，我为我娘子分心，你又为谁？玉照才反应过来，追着表哥要撕他的嘴：你们在做什么？顾承玉站在院子外，干巴巴插了句话，众人立刻安静下来，齐齐朝他行礼。顾承玉自嘲地笑了笑，神情落寞：
姑只是路过，你们继续吧。这半个月来，顾成玉已经这样路过许多回了，可每每他一来，气氛就冷下来，他也只能自找台阶离开，等待着下一次路过。又是半个月过去，京中来了3道圣旨，催顾成玉回京。第3次来传旨的公公还给我带了一封密信，我备下酒水，让追月去请了顾成玉。他来得很快，脸上有掩饰不住的喜色，小心翼翼地问：真真，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我没有回答，给他倒了一杯酒。殿下，我生辰那日，你为何要陪着江若云赏花？去涿州治水，又为何将她带上？顾成玉以为我是在给他机会解释，回答得很干脆：真真，你生辰那日是江燕派人来请，说有要事相商，我去了才知江若云也在。还有去涿州时，江太傅随行，江若云女扮男装混在队伍中，我事先并不知晓。后来他为救我伤了脸，我想着抚慰江家，才提出纳她为侧妃。不过你放心，回京之后我会同父皇说清楚，请封江若云为郡主，也算是给江家一个交代。我点点头，认真地看向他的眼睛。顾成玉，那我呢？因为我没有做太傅的父亲，也没有做鸿胪四卿的哥哥，所以我的生辰不重要，我的感受不重要。你觉得我无处可去，无人撑腰，所以无论你怎样对我，我都会忍气吞声。是也不是？顾成玉眼底闪过一丝慌乱，急切地开口：不是这样的，真真，不是你想的。我打断他：殿下，你自幼被当作储君培养，权衡利弊对你来说就如吃饭喝水一般寻常。江太傅门生遍天下，江公子年少有为，你偏袒江若云，我不怪你。我回北境并非与殿下置气，而是真的放下了，也望殿下能早日回京，免得让陛下和娘娘忧心。顾成玉定定地看着我，眼眶泛红。真真，可是我放不下。我弯弯唇角：殿下不用放下，殿下只需像从前一样忽视我就好。真真，顾成玉已经哽咽。如果那一天我没有偏袒江若云，你是不是？我止住了他的话，声音很轻很轻。殿下忘记自己曾说过的话了吗？这世上没有如果。一滴泪水滑落，顾成玉最后又看了我一眼，仰头喝下了杯中的酒。小太监上来搀住他，满脸感激：多谢陆姑娘，娘娘说了，这是特制的蒙汗药，不伤身，还请姑娘莫要担心。小太监带着顾成玉离开了。我舒了一口气，推开门，就看见一道黑色的身影静静站在桃树下。玉照低着头，塞给我一个匣子。我看了看，里头全是地契，2个京郊的庄子，3家粮油店，2家酒楼，6家首饰铺子，还有一个钱庄。我好奇，给我这些做什么？少年仍旧低着头不敢看我，嗓音有些嘶哑：这些给你傍身，你回了上京，难免有要用银子的地方。我大你2岁，勉强算是你的兄长，这点东西就当是我给你添的嫁妆。钱庄有自己的镖局，常在北境和上京走动，你若有什么事情，就让他们传信回来。少年还在絮絮叨叨，我从侧面看见他微红的眼圈，忍不住想逗他。那真是多谢玉世子的好意了，不过世子真该和我一同回上京，再到护国寺转一圈，请他们那大佛站起来，让世子坐上去才是。玉照知道我在打趣他，却一反常态的没有吭声，双手紧握，用力到关节都在泛白。我心里突然就软了一下，戳了戳他的背。玉照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想好了再说，这东西究竟是给我当嫁妆，还是当聘礼？玉照那些东西，既没当成聘礼，也没当成嫁妆。匈奴来犯，镇北王奉命出征，点了玉照做先锋，国库里的银子大半都拨去修了河道。为了凑军饷，王妃连嫁妆都拿出来卖了。玉照在京中那些产业也都换成了粮草和马匹。7月，大军拔营，捷报不断传来，玉照的家书却从5日一封变成10日一封，再变成1月一封，再后来便什么消息也没有了。舅母安慰我说是军务繁忙，
他怕是没时间写信，我也只能说服着自己相信。11月，天气转寒，匈奴人粮草不足，上书求和。大军凯旋时，我和王妃站在城墙上等着。风从远方吹来，带着尘土的气息和马蹄的震动。地平线上出现了黑压压的旗帜，百姓的欢呼声震耳欲聋。队伍越来越近，我却始终没看见玉照的身影。他失踪了。最后一次交兵时，玉照负责断后，主力部队撤离至平阳城休整，却始终不见玉照回来。派斥候前去查看，只找到几具尸体和玉照的令牌。王妃听到消息后就晕了过去，我却没什么感觉，只是日日都去城墙处等着。1日、2日、10日，1个月过去了，我照旧早早出门去等。路过王府时，却看见门口挂上了白灯笼。我有些生气，让人架了梯子去够，可每回都差一点。要是玉照在就好了，他若在的话，定会帮我拿下来。可是玉照不在了，我看着自己空荡荡的，又一次没抓住灯笼的手，突然喘不过气来，跪坐在地上，捂着脸大声嚎啕。葬礼到底没办成，我同王妃娘娘说了，要和玉照成亲，她不同意，我便长跪不起。外祖母劝了又劝，最后只能红着眼说上一句：和你母亲一般的死脑筋。我便知道她这是同意了。成婚当日，礼官高声唱和，我抱着玉照的牌位拜过了天地，又给双亲磕了头，只差一句礼成，就算正式过了门。礼官的喊声卡在喉咙里，门外的嘈杂声也越来越响。透过盖头的缝隙，我能看见王妃娘娘浑身都在颤抖，心中有了一个猜测，却不敢相信。直到一旁蒲团上跪下了一道黑色的身影，我的泪才终于忍不住落下，想掀开盖头，却被一双大手制止。少年的体温烫得我心口一颤，熟悉的嗓音在我耳边响起：新娘子怎么能自己掀盖头呢？又捏紧了我的手，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见的声音悄声说道：真真，我回来了。正文完，顾成玉番外。母后50寿辰，我终于又见到真真。她带着一双儿女在慈宁宫陪着母后说话。一别多年，我鬓边已有了白发，她却仿佛依旧是少女的模样。我站在殿外，忍不住想，这若是我和真真的孩子，该有多好。寿宴上又有大臣进言，劝我充实后宫，哪怕不立皇后，那几个妃子也是好的。我摔了杯子，吓得众人不敢吭声。真真的小女儿害怕地哭了起来，流泪的样子和真真从前一模一样。我几乎是落荒而逃，一个人在寝殿喝了许多酒。恍惚间，又回到了真真生辰那天。我没有抛下她去京郊，江若云也没机会摔那块玉佩。我给她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宴，又求父皇替我们赐婚。成婚那日，桃花开得正盛，像极了盖头下真真微红的脸。婚后的日子温馨平淡，我去哪都带着真真。大漠、北境、江南，我们去了许多地方，生了2个孩子，一个像我，一个像他。女儿学走路时摔了一跤，趴在地上哇哇大哭。我想上前将她抱起来，却突然一脚踏空，猛地惊醒。空荡荡的寝殿内，只有我一个人而已，孤家寡人，莫过于世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